家好，今天呢是一期之前答应过的润唇膏分享。这个视频完全都是按照我自己的使用感受来分享的。温馨提示一下，大家都是千人千面，可能我用起来的感受也并非大家的感受。接下来我就按照日用和夜用分别来介绍一下，排名顺序分先后哦。先来分享一下夜用型的吧，一共是这几支。首先第一支毫无疑问就是我最近最喜欢的这支马林狗子，这支没有什么味道，然后上嘴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冰凉感，就是很常规的一个润唇产品。挤出来看一下它的质地，我真的挤了很多，它是这样子完全透明的一个质地，会水水的油油的，可能听起来这个形容比较矛盾。马林狗子的这支就不会那么的糊嘴巴，它虽然是一个油状的质地，但是上嘴以后我感觉它还是偏水润一点的。它这个头这里是这种斜坡的，还挺贴合嘴唇的，涂抹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。那这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它去死皮的功效特别的好，很多唇膏可能你厚敷的时间长一点都能去死皮，但这个真的是我见过在我嘴巴上作用最明显的一支，就可以说它能急救一下，特别快速的帮你去死皮。夜用第二名我要给这个很经典的老朋友，这个是桃子味道的，这个是布丁味道的，然后它的膏体也要更厚重一点，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膏体。凡士林的这个质地就是这样子，相对来说算是很厚重的了，它就不太适合白天涂，因为经常说话嘛，它在嘴上的存在感又特别强。凡士林的这个虽然说晚上去死皮的效果也很好，但是它的使用感没有马林狗子这个那么清爽。还有就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是需要你用手去挖，这样子真的很不方便也很不卫生。第三个是一泉的绷带，这个它和马林狗子很像，都是这种挤压的管状，质地和马林狗子有非常大的不同。多挤一点看一下，是这样子，很一个乳白色的，有点磨砂质地的感觉，它更固体一点。看这样一涂，就不是那种水状的了，涂开就是这样子。其实在手上不太明显，它上嘴是一个很哑光的状态。这个唇膏有一股淡淡的大米的香气。总之我觉得绷带这款没有他们家正常的那个管状的要好用。最后一支我认为可以夜用的唇膏就是这个小雏菊的牌子，我有点不太会念，就是这个德国小雏菊。这支我把它归在夜用的唇膏里，完全是因为它的这个膏体太油了，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不太喜欢这种感觉，在手上涂也不是很明显。虽然和刚才那几位比起来看不出效果，但是它上嘴真的很油很油，它这个油吧又感觉是浮在表面上，不太容易被吸收进去。我最开始没有几支唇膏的时候我还觉得它很好用，直到后来我用到了马林狗子的那支以后，我真的就觉得一下就对比出来了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味道不太好闻，就是很油性的一个味道。包装还挺好看的，绿色的管身，上面还有一个小雏菊。不过我也有刷到觉得这个好用的，真的就是因人而异啊。接下来这部分就是我手里的日用型唇膏。首先并列第一名我会给这两支，一泉的白管日用，伊丽莎白雅顿的8小时，这两支真的都非常的优秀。因为它们两个都不算是那种封闭性很强的，所以上嘴会更清爽舒服一点。而且化妆之前涂口红的时候你也可以涂一点。这个看起来虽然很完整，但它其实已经是我回购的第5、6支了。关注我比较久的应该知道，我前面买过很多支这个白管，还有雅顿8小时的这个呢，我是这样一点点了，我还会回购的。这个的味道我闻起来是像那种薰衣草精油的味道，还挺好闻的。这个我随身带出门，在包里涂的几率是最高的。就上嘴特别舒服，很清爽，但是同时又滋润。它的膏体是这样子，有一点偏肉粉色的。原本一泉是我的白月光，但我对它的喜爱程度甚至已经稍微有一点领先它了。接下来第3支，这个我要称它为黑马选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怎么这么好用。看这支我已经用了还剩这样一点点，然后它的味道是有一点橘子果香吧，油油润润，真挺好用的。我觉得它使用感有点像我很多年前用的曼秀雷敦的那个小白管，它俩是差不多的，很不错，主要它才5块钱哎。接下来最像的这支是我买过的最贵的一支润唇膏，很可惜我觉得它并没有很好用。先说一下优点吧，就是它这个膏体非常的宽大，所以涂起来特别舒服。还有就是它也不算糊嘴。然后缺点呢，就是你看我这支买来没有多久就已经用下去这么一大块了，而且它又是这么宽大的一个唇膏。我给你们拧出来看一下，现在就只剩下这么一点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经常补涂它，我其实已经在嘴巴上很用力的涂了大概得有3、4层了。我发现它过不了多久，嘴巴就又感觉干干的，还需要再继续涂一下。不能说它难用，我只是觉得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，它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好用罢了。接下来这支是之前在逛街的时候买的一个伯特小蜜蜂的润唇膏，它有很多个味道，我选的是最好闻的这个葡萄柚，很小一个，然后它是在这里底部旋转的，其实转起来还挺费劲的。膏体就是这样子的，它也是很适合白天涂的。这个味道真的太好闻了，就是葡萄柚的味道，所以
就算它没有那么滋润，我也很喜欢涂它，因为真太香了，不是那种香精味儿，就很好闻的水果的味道。这个涂起来也是哑光质地的，上嘴不会很亮，确实还挺适合白天涂的。然后它也可以去当一个妆前的打底。这个我会因为味道一直爱它的，真的很好闻啊。接下来这一支，我愿称它为我的口红打底神器，因为它非常的适合做打底唇膏，不是很适合晚上你要润唇啊、去死皮这种。它在我这里用的最多的就是在涂唇妆之前做一个打底，真的很不错，因为它一点都不油，就不会破坏你后面再涂口红啊或者唇釉的，也不会溶口红，就很好。它算是那种特别清爽型的吧。这支是一个桂花味吗？应该是。这个和其他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，就是它的包装超级有质感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倒数第1名选手，这个就不想多做介绍了。刚才有一些的评价可能只是一般，然后没有那么好用。那这支必须就是打开看一下啊，这个膏体真的非常的软烂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冬天这个膏体你看就已经这样子了，就歪歪斜斜的，我感觉稍微使点劲它就会被我碾碎。涂抹起来真的太油了，就是很假润的那种油，这个当赠品得到还可以。好啦，今天的润唇膏分享差不多就是这些，再次强调我的视频只是一个参考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，拜拜。